前面得把自己的优势给尽可能滚起来。面对努的话，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前5级对于野区的防守。对，这个野区的防守，包括眼位的侦查，是不能丢的。可以看到，这是标准的努直接往蓝区走，对吧？所以说阿克斯特比较聪明，他是选择了上半区开，然后这样子不会跟大唐碰撞。可以选择刷完之后看你的这个有没有视野，然后选择入侵你的野区。对，就如果你常规的蓝开在这里碰到努了，你的这个蓝 buff 一定是保护住的。你看下路也过来了，因为下路有线嘛。那两边如果阿克斯特能够去换到对面的蓝区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镜像的刷野。对，就对于盲僧前面的防守回合就是做到了。第一下的这个加强技能应该是砸到悠悠身上了。不过努应该也不会考虑在这个蓝区刷完之后过来 gank 的，是，直接入侵蓝区。那这样的话，去中路走一圈去守自己的蓝区，这是一个比较贪的打法。但是中路的胸针其实是压制了尤萨一波，不过尤萨挂点燃压胸针血量，那这样子两边其实打野的话不会有队友的帮助，来不及啊！这样蓝已经成功反掉了。不过这个蛤蟆能不能吃到就是个问题，蛤蟆很难吃啊，惩戒过来。先顶一手，确实太难了。你想要去跟努去拼这个抢野怪，在前斩杀线比较高，对。阿克斯特还是亏了一点野怪了，因为他如果想要去赚回这组野怪，他必须去反对面的红区，但是现在自己的下路是一个劣势方，是，所以说你去反红区的话，对面的下路超人组会先来，所以说他现在其实有点不知道该干嘛。这就是野怪刷了，前面选到努，他的这种野区入侵啊，就是有点打断对方战术的。同样的下路也是一波强压制啊。打得很凶，这压制力打出来了。这样下路也亏线啊。整体前面感觉 KPG 下路和打野做的都很主动，这是能够预想到的。因为你选完小火龙加卡尔玛去面对伊泽瑞尔，前中就是这个画面，对，一定没线权。然后再加上对面又是个努打野，所以说这把阿克斯特其实是稍微要牺牲一些的。然后悠悠过来，还行，没打断到。小火龙成功回家了。还是去看这个，因为前面2分钟左右的布置是已经有点优势了，尤萨再过来。那这样在双资源之前，这个蓝色方会有点经济小领先。经济领先一回事，另外一回事就是在于这个阵容强度，对吧？对，一波资源团的强度，我觉得蓝色方是远远高于红色方的。小火龙和格温也没到自己发力期呢。强弩刮一下大招。鱼儿的血量也被挂低了，那这样子蓝区又要失手了。这把就有点像昨天阿克斯特这个面对面的野区入侵，也是努同样的情况。就你会发现，对面有努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不选出强力的双 C 位，那你的野区是完全守不住的。是，硬要打一波教阳去封一下走位，目标就是你的蓝 buff， 抢完之后可以直接溜。不过 SSY 是想接一波团的，来的比较慢，而且没有留人手段啊。那这样反完之后直接撤退了。而且光公布一个人在上路爽吃啊，这纯爽吃。这样的话，野区一波入侵之后，然后帮助兰博也建立了线上小领先啊。不过这种节奏上的损失，我觉得 SS1 也是能够预料到，所以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尽量不要在前期爆发人头，对你不要丢人头掉大节奏，这种野区小亏就亏一点吧。毕竟我都选了小火龙了，我就是去押宝后期的。SS1 这边还是要去保证他们双 C 的发育，而且看一下这个待会儿双资源的布置。是的，因为你第一波其实就换资源就好，尽可能避战，我能拿到一个，我感觉就已经很赚了。对的。尽可能的不要出现那种掉人头、掉卡的节奏。对，我觉得亏点野怪、亏点小兵、亏点钱都可以，因为就如果你说打到一个大后期的团战，小火龙。他有盲僧和波比的保护，对吧？他们两个都是可以去保这个小火龙的。经常的，就 KPG 进场的只有一个青钢影，所以说生存空间应该还是有的。踢一个镀层，悠悠也过来。还有1分钟左右，双资源刷新了。这个时间点是刚才说到，红色方尽可能去防守，能拿到一个就已经算是非常能接受了。
下路过来没什么想法，塔下一个奥恩，感觉现在又有点回到下路，要不就是单挂这种那个生存能力比较强的 AD， 或者是来一个法盒，可能后面感觉像这个什么炸弹人又有登场空间了。还是转线会做的比较快。对，现在大多数队伍第一波转线就是大概在4级半，4级的那波兵线推完，差不多就是转中了。然后上路反而现在对线期会被加长一些，你看两个人打到9级，对面互相消耗、互相打，就是诚信互刷，得带俩不灭。20秒钟，蓝色方已经开始在小龙这边集结了。这波血量打的有点多，刘萨被下了半血，而且大招也交掉了，那这样子下半区的资源那更不好接了。KPG 要先过来反你的野区，然后再去动资源，都反到了，并且他们应该是不想跟你去换的。你看这个动向 ，KPG 是想要接这波团，知道你在打先锋，想全都要嘛。正面奥已经开大了，看这大招撞的怎么样？但这个先锋还是没有被第一时间给打掉。惩掉之后，后续能走吗？奥克斯特正面想走，但正面有一个最后通牒一做到了蒙七，蒙七身上还有一个钩索是能走的。但是 SSY 的伤害有点低啊，小火龙这个阶段完全没有输出，打了半天对面不带掉血的，蒙七残血走了，撞小兵走掉了。那这波打完，其实 SSY 是赚的，就是因为他们在没有损失人的情况下，是换到了这个峡谷先锋。是。而且整补一波，好像这个小龙还是有接价空间的。就你刚才说的格温和小火龙这个时间点的伤害差很多，但是蓝头王其实并没有拿到人头。对，我感觉有点省技能了。看 KPG 他们是再坚决一点，先集魂秒一个。对，就闪现其实是省的比较多的，我感觉尝试秒一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交闪走了，那没问题。而且放到资源1塔是被 SSY 拿到了。对，先锋是放到上路了，直接吃上路的1塔。还想继续再推，逼闪了，天一波再跟上，血量比较残，这波血量压制之后，可以去把对面的蓝区吃掉了。可算是拿个蓝了，太难受了。我感觉刚刚那波团 ，KPG 在处理上面确实没有做的特别好，感觉他们有点着急。待会儿回看一下，就是我看几个控制技能并没有衔接到一个人身上。到时候如果有画面的话，我们可以去回看一下刚刚那波。现在换完之后拿到了1塔，经济是被拉平了。那这对于 SSY 而言是个好消息，因为你看到刚刚那波团，其实火龙输出一直特别好，一直在 A， 一直在放。对，但是就是没伤害。他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一技能叠满它才有用，它就叠到中间的时候就已经有伤害了。下路想走来。推个塔硬吃，这个塔是能硬吃的。卢萨有4律长流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但其实还是要看中路兵线推的怎么样啊。不过好消息对于红色王来说，小火龙这个发育是持平的，他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对，再打一波吗？大唐在一旁哦，可以很警觉，3技能直接往回拉。那真也没有起杀心，对，他没有做，再往前压一压。要来反，不过这波人是红色方偏多的哦。如果真的要反的话，蓝 buff 集结了。阿克斯特有点留不住人，踹到之后对面是一个悠悠，踹了个悠悠也不想上。对，刚刚你看火龙已经叫大了，现在要反打回合，要先杀蒙七。蒙七锤子没抡着啊，但自己也被最后推贴做住。最后的时间闪现过来有个盾，又是了血，2波死血逃生。真的这波有点运气的成分啊，就真的省技能。你看光姑姑那个大招撒的时间点，就是他第一时间撒，蒙七绝对死了。不是左边前面的这个伤害，你不可能让一个波比是这么逃掉的。但就最后特别结束的一瞬间闪走了，而给了个盾，太夸张了。就这2波蒙七的逃生，真的都是4血逃生，就有种什么感觉？水开一半就始终就不沸腾不着，就很难受。就如果你这么打下去的话 ，KPG 我觉得是要着急的那一方啊。蓝色方对他们前面相当于是有进攻压力的，虽然说他们这个进攻更整体，但 SSY 他们虽然说整个阵容咱们一开始也说了缺少主动的控制，但是前面他们对于对方的进攻化解的都很好啊。双 C 发育现在一直没落下，后压宝小火龙嘛，压宝鱼蕊，他们后面的发挥空间很大呀。找机会吗？这个秦文颖半血的要 TP 了啊，要 TP 保一下。然后青刚也是有大招的，你过去真有可能会被操作。要被操作。
风咕咕之下直接 TP 过来了，中路线能不能再继续往前推一推？这样1分钟之后，就是双资源的刷新。我觉得现在 KPG 一定要把优先级就是放在龙魂上面了。是，毕竟第一条小龙是火龙嘛，他们如果能够拿到龙魂的话，那这把的伤害在后期也是不会缺的。是，但是又发育了5分钟，感觉现在 SS1 可以跟对面接架了。对，就不太着急，你的卡尔玛大招后续再放，等对方的控制技能先交。就可能在6分钟的时间点，他们打不完，会是一个6-4或者甚至会比较吃力。对，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已经比较接近了，可能是5-5-4-5的这个区间。如果这波团战没打好的话，我觉得局面对于 KPG 就会有点悬了。对他们现在进攻压力很大，关键的装备都还行。看到悠悠踢上来消耗一下。不过会有个装备的差距，就是在于卡米尔它是2件套的，然后兰博也是2件套的。那对比于 SS1 的上中，他们其实都是1件半，1件半多一些。是，刚才2波确实打的有点贪个，那你控住你一个人，就不是想把所有技能全交，结果技能又交了，而且还没杀了。来吧，要看一下这波团战了。中路好像先打了一波血量哦，小火龙被逼闪了，优瑞把闪交了。这波逼闪其实很重要，因为胸针是有大招的，大招放一下，消耗效果很一般。而且口子被蓝色方占住了。不过中路也没兵线，看一下怎么说，要先动，直接亮 TP 了，金刚影踢了，并且悠悠叫大招要封走位，这个大招是撞空了那准备放了，直接放掉，也是合理的。还要做再做蒙切，但隔着一个墙壁，而且后续没有队友啊，没办法输出，那最后拉开了。有点是打得很谨慎，但是这样的话 ，SS1 就有龙魂压力了。必须保持悬念。但其实右边的话不缺这点伤害，一撞击2只，第一瞬间直接秒了，卡尔本被秒了。奥格斯再进场一穿2个，兰博再给个大招洗一下线，但后续的话也没有了。终于在12分钟的时候爆发了第一个人头。是。但是这个人头其实现在它的一个价值并没有那么高，因为资源已经刚拿完。然后大龙的话，我觉得你想要去逼 KPG 也会有点头疼，因为他们打龙速度不算特别快。但是卡米尔带到下路2塔位置了，2塔这是无伤拿了。这一波能露馅了吗？一个大先锤起一个大唐，锤起来说后续还是没有留人手段，葛文顶在前面，引阵促射。把伤害打满，但仍然是没办法去爆发人头。不行 ，SS1 这套阵容，如果他们要打主动性的话，实在是太差了。对，他们只能靠盲僧开。波比、格温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留人手段，悠悠直接掉大招，瞄准的是没有闪的瑞，优瑞被奶了一口，踢一下，直接没有被击杀掉。胸针这边能不能走？顶在前面是一个蒙七啊，还是留不了人。SMY 来的很及时。对，这就是 KPG， 它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开你没有闪现的小火龙，但你被开完之后 ，SS1 丝毫留不住对面。就这种我越塔开你都留不了我。就惩罚不了对面嘛，很难受。来看一下刚刚那一波。这个半血在这个草视野里面被顶起来了，对，这确实是一套秒，而且是一个红温的兰博，闪现跟伤害的。那这样的话 ，KPG 前面虽然说5分钟左右没有拿到人头，但现在2条龙在手，就慢慢去运营龙魂就好了。这条龙魂是一定要拿到的。刚找节奏，要大唐在附近，这个2打2，但是第一时间能不能秒掉胸针？一丝血伤害还不够，但是格温大招的第3段是把对面解决掉了。那这样子去单挑大唐，优萨是完全没有压力的。正义的1换1，优萨打出闪现，闪现跟一下。要1打3吗？这波打小马可能还有机会操作，小马不敢跟你 A 的。而且 TP 亮下来，蒙七也落地了 ，SMY 一个技能逼掉小马的闪现加3技能拉回来了，蒙七一锤并没有锤到悠悠，那这样玉瑞的伤害应该是跟不上的。是。那这样的话，打了一个1换2，但下路的塔 SS1 是能够继续推进啊。还想再继续，又是一个波比，要留人手段，有点冒蓝博大招，蒙七能活吗？一丝血还没有死，格温进场把1D给捡死了。悠悠撞起2个，于事无补啊，没办法，后续跟伤害。哇，优萨这一波他要杀完了。这边能操作吗？有个金身锁住之后，正面再落一个 TP， 胸针已经后续进场了，还在往前顶。这个格温这么能捡吗？一个强化的链子逼出了一个闪现，到后续的话也要撤了，拉开了。但是这一波4个人头是不是都优萨拿的呀？一波给他吃了4个头吗？他太能打了！这一波是在下路红色方1塔的位置，直接打到快蓝色方2塔了，夸张！这波 SS1 他们已经展现出来阵容的一个
持续性的强度了，这种韧性已经开始显现了。对。打完这波团战之后，经济被彻底拉平，感觉对面没有人能处理这个格温了，因为叫什么 KPG 的伤害很软。他们没有办法快速解决格温，然后格温能把血量给吸起来。是，你看这两波打的真的太好了，999，然后他思路很明确。这边悠人哪怕想救也救不了了，然后 TP 落地，这又相当于送了一个。中路来看一下，拍起来一撞顶到了蒙七，蒙七这波可能要交了。那蒙七扛伤害没关系啊。他这波吸收伤害，不过 SS1 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其实挺尴尬的，因为这个时间点如果你上单掉点的话，小龙可能直接没了。是的，想直接打，正面打的还挺快。悠悠先顶起2个人，先激活悠悠嘛，悠悠不太能扛得住啊。优萨要进场了，进去一剪配合火龙，先把欧恩给解决掉，一脚踹回来，踹回来一个兰博，后续持续掉点，那蓝宗掉了2个人了。这条龙，熊真想再进场，但一个人怎么样去惩掉这个龙呢？钩索撤退了。那龙是红色方拿到了第3条 ，KPG 没有集齐自己的龙魂啊，并且聘信号要打大龙，这个大龙靠大唐能不能去抢下呢？我觉得现在只能去拼城抢下了。感觉对于蓝色方有点坏菜了，但是进场是有困难的，因为你努努如果想要走进去，格温一定会乱截你。是啊。SMY 顶在前面 ，RA 龙速度非常快，有接壤空间闪现过来，想硬抢吗？一脚踹走，不给你机会。一脚踹走，非常稳，连龙带人一起收，后续再喷一个999，这波红色方伤害打炸了，胸针还要被收下，发生了彻底反转，有点走远了。是的，我觉得这一局 SS1 他们特别是这个中路 Yusa 的发挥太夸张了，就是前面不显山不漏水的，打到第3条龙之前的一波团战就直接让他减麻了，而且打到这个时间，就像我们说的，也终结了 KPG 的龙魂节奏，包括自己的这个后期绝对发力了。小火龙现在也站起来了，对，小火龙应该叠满了，是刚刚的斩杀已经出现了。其实我觉得，就龙魂没拿到 ，KPG 就已经有点玩不了了，更不用说大龙也被 SS1 拿了。闪现过来想硬杀蒙七，伤害最后一下不够，点果子走了。那这样的话，感觉 KPG 缺少翻盘点。3路兵线的持续推进啊，还有这2波团 SS1 打得太好了，还是这个 Yusa 站出来了。August 的这个盲僧选择也很关键，你只有盲僧在这个位置是能把大唐第一时间踢走的。Yusa 这把我感觉他像是装备领先别人1个大件在玩，你知道吗？就别人打他都不带掉血的，然后减别人伤害直接爆表，领先一把无尽。塔下开个金身，好像还是最后伤害点到为止，但其实问题不大。问题不大，这个时候一个人头没关系了。3路兵线的推进，中下都马上到高地，中路的高地已经是推掉了。我觉得这也是得益于新装备吧。这个黄昏与黎明对于格温这种需要吸血的战士而言，对吧？它的属性是非常适配的，是生存能力得到大幅度加强。这样大龙半步还续着，看看能不能把上路的高地也给同时破掉。一锤走了奥恩，那这样是能磨掉的呀。大招用来洗线了，但是塔已经没有了。那这样子拿到两路高地，其实 SS1 也可以选择小撤一波，可以撤了。这波已经赚很多了，撤一波去运营一下远古龙呗。毕竟上中的兵线马上就会有超级兵给自己提供兵线优势。对，而且他们现在其实。蛟龙现在已经235层了，这个叠层，这一把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发育啊。对，真的就是他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中路一直很正常发育，然后对面确实青钢影找机会来杀他，但是杀不死。远古君龙已经登场，感觉远古龙如果抢到 KPG 看看还是有机会的。我觉得 SS1 不用跟你去拼城。对啊，那不用拼城，就直接我推线，然后我跟你打架就好了。兵线运营你就好了。对。不过中路好像是有一波人多打少的机会，闪现被逼出来了，后续蒙奇又顶在前面，没办法去推后排，一脚过来之后一做了一个 SMY， 第一时间优萨一个人在后排捡人，先把秦钢影捡掉，再把怒怒处理掉。那后续 KPG 的2个兄弟就算能跑，可能也守不住家了。EZ 大招虽然收了一个，但是兄弟们带兵线直接推家了。SS1 的众人在塔下又把兰博捡掉，让我们恭喜 SS1 在今天的 BO3 的第1局先。
来了，双方的第2局比赛，目前红色方的 SS1 是1比0暂时领先，对吧？我比较期待一下阿克斯特的表现啊，因为他其实在这2天的比赛当中，前期的野区都会被入侵，而且都有点无力反抗。这把选到了狗熊，我觉得赵鑫应该也是不敢来入侵的。加入 SMY 加入 Yuri 他们的这个组合，前期打线能力也是比较厉害的。不过扛了比较多的蓝色方小兵啊。 兵线是能够先去抢2，那这波兵线我觉得得慢推一下，压制一下了。哎呦，直接斩顶，很凶，顶上来要打飞机的血量，有忍有闪，有点走不了了，杀了呀！就你强势你也不能这么压呀，对，就你强势你也不能扛着小兵去硬压。我觉得前面那波换血 Yuri 就已经有点大意了，被酒桶直接顶到，而且前面袁阿娜她的伤害也不虚啊，这感觉有点不太就很难受了，对飞机开始有点太大意了。对，就这一下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被击杀掉，并且云阿娜她是只交了一个虚弱，是她闪是没有交的。悠悠开得好，悠悠对于酒桶这个肉弹冲击的距离把握，中路挑起来，优萨也是打出了很强的压制。这个血量已经领先非常多了。这个永恩打阿卡丽对局太经典了。 回放看一下啊，这真是走对面脸上了，对吧 ？SMY 是跟不上的，这一下是纯粹的优瑞个人失误。闪顶，悠悠这一下做得很好。悠悠，那这样下路对线又成焦点了。 狗熊再往下靠，顶上来，但是小马是有闪的，你想要去硬抓也不太好抓。中路有机会吗？优萨3技能放塔下还是消耗？两边打野第一波尝试都没有找到，但下路这边还有吗？有个奇妙旅程能走，又要发难一波。吃完果子之后，悠悠也只有半血。 就现在下路对线就属于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闪现还没转好，悠悠他是随时可以顶过来减速你，然后配合小马硬打一套的。是。再往下赶，大唐来了，胸针也在靠，那这波一血直接在塔下掉掉，表演杀掉段第2段，大唐又收到，那这波入侵很成功啊。对。 就一血是飞机给的，然后这一波又送出去2个人头，下路其实已经有点玩不了了。飞机有点断开连接了。对。就虽然说阿卡丽和永恩基本是同时动的，但是胸针这一下还是把伤害打满了，因为他是有大唐保护过去的嘛。对。那阿克斯特稍微入侵一下野区，赚回点损失。狗熊前期没有什么太好的做事能力，并且这一波小马也来了。 马上要到5级，阿克斯特把蓝符拿掉，但是被留住了，4个人打1个，巴德的救一下，救得到吗？有点难救吧，袁阿娜没人管的，一直在给输出。奎桑提也进场了，2技能再顶一下，能不能杀一个？闪现过来想硬杀大唐，但一个酒桶炸过来之后，蒙七应该位置也走不了了，一个2技能的击灭掌收到，那左边该肥的点都肥起来了呀。 只是蒙七交闪进场硬换了一下大唐，这样 KPG 前面的节奏滚得非常的好。还是看下路这波回放啊。其实我觉得下路就是连锁反应，就你在第一波的这个1级给了那种失误，对，你在1级给了那种失误，后续的就是你需要为你前期犯的错去承担后果，对吧？包括这波野区的入侵也是阿克斯特想要去把这个节奏稍微找回来一点。 那云阿娜直接拿到3个头啊，3抗0的这个是什么发育啊？从未见过如此富裕的开局。
永恩的发育也需要关注一下，因为这把能够去切到云安娜的可能只有永恩了，对吧？飞机现在基本还是得等他时间更久一点。现在红色方的伤害完全就靠永恩了。飞机这把有点难等，真的有点难等，因为对面也是这种战士阵容，对吧？你如果发育正常的飞机，你还能去 A 一 A； 你这种发育不好的飞机，你去 A 对面战士，对面不掉血，然后对面反冲你，你的手又短。对，小马已经饮血剑了，然后狗熊和奎桑提两个英雄都是属于容易被云阿娜给拉扯到的。对，所以说这把优萨非常重要 ，SMY 是保着优萨去下路发育一波，他的单线上不能让他再受到压制了。优萨这边是全队大哥了。30秒的资源刷新。如果想要去接团的话，优萨得在第一波回家的时候把自己的陈装给补出来，否则团战是不太好接的，得放一下。是。不过狗熊第一件陈装已经出来了，上路找光姑姑，看有没有点机会，要直接拍塔下，光姑姑交大招交闪现，那狗熊是拍了个寂寞，拍了个假身，拍了个假二段再转，并且大唐也赶来了，捅起来之后狗熊先被处理掉，一掰把光姑姑掰走，萌新是完成收尾，不过又被大唐粘上了，1换1，大唐还能继续收割吗？一撬回来一个，最后的真的是大战捅上来，我在等 CD， 你在等什么？队友也过来闪现，再给 A 一下，人头给到了小马呀，7-2的开局。第4个头拿下，并且大唐还能顺势把这个先锋一控，顺势直接打先锋，这节奏就没停过。对，正好回家补给装备，对吧？中路放先锋再去小龙，这太顺了。当然也可能打得不会那么贪，对吧？把自己蓝区刷完再回家也是一种选择。这个 August 前面你去找这个猴子，其实残血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个大拍的，这也想屏蔽防御塔。不是，但是很明显那个应该是假身吧？对，就是假身。对面假身这个技能是100%没用过的，而且是知道的信息。你只有一个理解，就是你屏蔽防御塔不想死。虽然萌鸡很能打，但是对面 AD 赶来的也会更快一点，因为在中路有人头的优势，他可以拿到飞机的线权，所以他可以比飞机先动。那双方回家补给完之后 ，SS1 是要来动小龙了。这个我看蓝色方的走向，他们也不想。蓝色方不想放哦，他想去抢，拼一下抢到了。蓝色方抢到了，后续风神绝天斩效果比较的一般，想后撤，正面一顶，但能留人吗？奥格斯的这下直接被撞起2个，大招想往后撤，闪现再继续跟上，猴子收掉狗熊的人头，还要再追，回到中路防御塔的庇护之下。那这样的话，蓝色方是抢掉了第一条的土龙。双资源全部被 KBG 捏在手中了。是啊，对吧？是一改第一局的颓势，前期节奏是拉得非常满。我一开始看光姑姑往上走了，我还以为他们这条小龙并没有那么强硬的想要打，但大唐应该发话了，是说这条龙我要，然后同时亮 TP， 这就是大唐的队内地位嘛。那我觉得大唐这把他的赵信也是能够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嘛。是的，这个2-1-5的战绩是参与了7次的击杀，对，基本上每个人头都跟他有关系。而且我还是想不太通，为什么这把狗熊能要到打野位上面去？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效啊。你看他第一件黄昏与黎明啊，他还是在想去科研，想去研究一下。我主要觉得狗熊这个英雄，你在上路去对线猴子，给萌七去玩，我觉得很好打呀。对，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就纯抽纯享受。而且阿克斯特的英雄池应该也能够支撑他去选出更多的一些别的英雄。对的，他想去拿盒，或者是拿一个偏肉一点的，就是龙女那些，其实也可以。看到有兄弟说加强狗熊，我觉得这把位置出现的不太对。对，不是英雄的问题，是这个最后摇一下感觉，而且前面做事做几波也很怪。先锋放中路，一金成功规避掉，这个巴德的作用是拿出来了。对，但是明显 KBG 还想再强压一下。阿克斯特赶来之后，中塔的血量是被压了一半。哎，炸回来一个，但炸回来的是狗熊啊，是只熊哎。对，伤害不一定够，拍一下，哎呦，最后一丝血。并没有被击杀掉，那这样云安娜狂 A 塔还有400血，防御塔没切到，大招回去之后 SMY 没有人能保住了。这就是通过装备的优势强行压制啊。是啊，正常来说，如果你换成正常发育的话，这个先锋没撞到，中塔肯定不考虑拆的。KBG 的第一局比赛就是有一点缺伤害，但他现在第2局整个的阵容前期完全打起来了。
撬回来，再掰一下，猴子的大招放了，伤害应该是不太够。换大招回塔下，优萨2个人直接处理掉，还能吃口果子。悠悠也来了，但下路直接切掉了 SS1 的大哥呀，爆破要硬顶，拿回一个赏金点。优萨这个点掉了，红子王是不能接受的，一定的巴德的一技能。小马这下还能操作吗？奇妙女生走了，后续再跟上，大唐收掉了巴德人头，11比2的人头很难了呀。刚刚 SMY 控的是很好的，他是控到了小马，但是你可以看到飞机一套伤害打上去不掉血，对，云阿娜不掉血，他一直在转他那个机枪，对，没啥用了，就还是前面第一波有点太轻易了，让对方起节奏起的。1分钟之后小龙，那这样的话，主要优萨刚才下路又被2个人合围击杀了一波，感觉 SSONE 能起节奏点全被摁住了。我觉得这一波是最凸显小马他这局的一个胆大程度的，对，都真的一直在 A 都不带停手的，然后包括这个走位，就永恩来了他也不太停的，你看一直在 A 塔，然后走位有一下，走位大躲了，对，这就是4杠0开局的 AD 啊，就先把塔 A 了，然后不急不缓的目标非常明确，真男人大战，因为现在射手位置你是不能去出金身了嘛，然后所以闪现再炸一下，大招控制抵消，所以其实对 AD 位置一旦选出这种常规的 AD， 对他的走位啊，包括输出空间的把控就要求更高了。小龙也看不了，直接放掉了，让 KPG 这局领先很大，这个其实是他们第一局想打出来的节奏。还是小马这个点太肥了。现在这种经济领先 ，KPG 都可以考虑去逼大龙，因为他们是有强开手段的。他们不管是猴子赵信还是酒桶都可以尝试大龙逼团嘛。对。然后优萨现在也没有队友的帮助了，下路面对对面2兄弟不敢去硬手，悠悠在野区有点迷失自己，我会在这个位置，这个好像有点迷路了。迷到对面的野区能跑吗？SMY 交个闪，跑不了。不过好在人头是给到 SMY 的，所以说相对而言能够接受一点。SSONE 要找这个机会吗？要抓 timing， 他们想尝试一搏，但打龙速度没有那么快啊。但是他们必须得尝试，对吧？对面掉一个点，巴德的钉并没有钉到小马，要看一下小马的输出环境，大招已经开了，找大到人吗？风神绝天斩没有斩中啊，在正面大唐好像还能再扛一下，比较肉。临死之前换掉了一个狗熊被击杀了，但是没有人管过来一个大招，没人管 AD， 大到2个，小马输出位置非常的好，但是没有打到人 ，SMY 这一下直接被点死了。后续还要蒙奇操作吗？蒙奇操作不起来了，没有位置。胸针一个速5拉开，但是被击杀撬死了。在死之前也是换到了人头，但直接是一个2打5，对面团灭了呀，2换5。这就是你只要优萨切不到小马，对，团战当中是没人能管这个云阿娜的。你看到云阿娜第一波走开之后，他就无限在输出，对吧？你蒙七什么看似坦度很高，但是在这个人头发育这么领先的云阿娜输出之下，你也是扛不住的。云阿娜纯爽局，对，就只要没找到风神绝天斩，没有定到云阿娜，对，团战就打不了。你看这波，真的是。像脸上没有人一样在 A 的，如无人之境。打到后面随便1A 一个人头，这波 SSONE 的机会找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他在龙打了一半的时候想去打人，然后没有切到小马，这个是最致命的。小马一直有很好的输出空间。只能说他们这种尝试也是在劣势的时候必须要去做的。对，尝试不好下一把，对吧？尝试到了还能玩一玩。因为你不做尝试，你根本想不到翻盘点在哪。死亡了。下路有大龙兵线的推进，2路齐推，中路云阿娜在压着3路的齐推啊。金到是机会吗？闪现过来，巴德压起身压到了。那后续的话，直接把小马给击杀掉。蓝侧方少了一个最关键的输出点，还能再打吗？还要再打。熊熊一个大招，加上酒桶的一个大，掩护了队友。那这样熊熊被击杀，后续损5挂到蒙七身上，杀了段的第2段再撤退。那这波我觉得 KPG 得走了，玩了个帅的，对的。本来以为可以拿到至少2路的高地，但是小马在中路是被抓到了一波机会 ，SMY 的大招
还是成功的盯住了小马。是巴德压得好，他这个一技能的起身正好碰到墙壁上了。717的云阿娜在刚刚是被终结掉了。来看一下，突施冷箭应该。这个你射手一个人走，其实风险很大。主要 SMY 他对于巴德的这个大招的距离把握的很好，他知道那个位置你云阿娜不交技能，你还是走不出去的。对吧？起身之后继续控住，你只能第一时间闪，或者先开大，然后一个影分翻回来。但后续其实 KPG 做的也很好，酒桶大的也不错，拖延了一下，看看能不能利用这点时间再去寻找一些胜机啊。云阿娜的3件套一金到大唐的身上，起身要压吗？压到起身，但是大唐是有大招的，所以说你想第一时间灌死他是不太现实的。而且永恩发育没有很肥啊。现在 SS1 的人员都被逼在上半区，小龙坑的位置是要让出来了。10秒钟小龙。龙魂也应该能被 KPG 稳稳的拿下。这个龙魂拿完之后，就是非常稳定了，就本身没啥悬念，没啥悬念。本身 SS1 没啥翻盘点了。这把首先是阵容上面吧，我觉得就为了选这个奎桑奇去烧英雄池，可能想要限制光姑姑的英雄，然后让阿克斯特这把的狗熊其实玩的是有点不太在线的，对吧？你会查无此人，然后下路玉瑞他在前期自己犯下的失误，给到了对面非常大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就2波失误嘛。我觉得一个是在 BP 上可能这个摇摆并没有让阿克斯特打出效果，然后第二个就是下路的失误，导致这把局面会非常难玩。BP 这一下让容错率变低了，猴子放大招，继续抓光姑姑，直接交闪现，有大招有闪有分身，你想要去抓死一个猴子还是太难了。同样的，阿卡丽还在下路单带，要再来一波。但光姑姑有分身啊，所以你这样反复抓能抓到吗？吹风想去找小马。但是永恩的伤害明显不太够，并且光姑姑还能够用一技能去慢慢回血。正面是个3打5，蓝色方在3打5，胸针从侧翼找到了战场。大唐进场之后损5没有标中，盲七的位置被发现了，想去切小马，一个2技能又被发现了，2打1，直接收到人头一顶，哇，直接飞机瞬间被秒，一点操作空间不给吗？最后的这一下奇妙旅程也没有成功的做上，那又是一波这个0换4。狗熊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守自己的基地啊！蓝子王直接顺势打大龙大龙之后应该就是一波了，30秒的复活时间已经来不及守了，提速了。人头比高达21比6啊！我觉得这就是赛前的垃圾话。蒙奇说了我要盯准你光姑姑，结果就一直在弄这个狗，弄这个猴子，对吧？但这个猴子没有用，抓不了。是，也是恭喜 KPG， 在第一局落败之后，第2局是扳回一城。是啊，要看 BO3 的决胜局了。
来了 BO3的决胜局啊，双方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是的，大家如果在上海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百联造区场啊，来现场观看一下我们的手游比赛，还能够去领到一些限定的称号。然后现场还有这个棋牌游戏，然后什么打卡、画破锣什么的，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对吧？一选的豹女，我觉得阿克斯特是要给我们展现一下了，要看个手法了。对，毕竟也是老野河了。你感觉后面会回到像我们比赛刚开打那种法盒去走下路的这种情况吗？我觉得还是偏少的，因为这把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嘛。对。闪现过来想勾，打得非常激进，去尝试，但并没有勾中。影机想要去杀炸弹人会有点困难了。就如果你太只想要去打节奏的话，反而会给炸弹人一些机会。现场在哪儿？现场在五角场的百联 ZX 造剧场3楼。然后我们明天其实也会有一个这个水晶玫瑰主题周的活动，现场也会有 poster。大家如果真的在上海的话，可以来现场玩一玩。可以，明天上班的老师有福了。有朋友问要门票不要门票，直接来就行。我们现场的空间很大，我们就是在这个造剧场搭了一个属于英雄联盟手游的一个观赛空间啊。哎，背到塔下，背到胶水上，扛2下防御塔。前面对线做得很好，尤萨这个距离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对。哎，给了一标，有屏障没有死，但是豹女跳上去逼掉闪现，大唐反挑，然后落叶来了。这波是个大陷阱，阿克斯特被中招了。中招了，悠悠来的太快了，最关键的时候补上了最关键的控制。对，悠悠这个突然出现在中路，有点让阿克斯特没有想到，并且伤害差一点点。就胸针那个屏障，然后闪现时规避了豹女跳的那下伤害，全员都在钓鱼。这样大唐过来也没什么机会能找啊。那奥格斯特不太能接受，一个豹女前面死了一回，一举先举到了。闪现过来，想大招走，光姑姑这么稳定吗？伤害差一丢，一标中了。这一标很刁钻，因为光姑姑她是被卡在防御塔的间隙当中，她没有走位空间了。对，那这样的话，豹女也算止损了，因为在中路其实被红色方钓鱼设计了一波，这个人头对豹女来说太关键了。上路还可以吃一层镀层。马悠悠动的还是很快的，这也是炸弹人当射手的一个特性，就他不太需要辅助一直陪着自己身边，对吧？换完线之后一个人挂中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对。然后这把悠悠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游走属性了，换线时间也很早。而且小马过来，他不仅是能保自己的发育，而且他还能去推对面的中塔。看上一波啊，局很精准。主要是被标中了。对。然后第2标确实没啥走位空间。SMY 来到下路，胸针的血量是被压低了，那这防御塔又可以给蒙奇去吃一层。一举又举中了，还有一个治疗顶一下，胸针能被击杀吗？给一下盾，悠悠的援护非常到位。不过这把 KPG 我觉得是要想一想的问题，就是在于一定要保证好胸针的发育啊。因为石头人和大唐其实他们要论输出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够，然后胸针它是要作为收割点位，保证发育的，又被标了一下，派克勾一下，豹女标一下 ，SS1 这野辅2兄弟给对面玩的很难受。又勾到悠悠，悠悠闪现已经被打出来了。对，你看他们很灵活 ，SS1 真的很灵活。对，再来想要去找悠悠，闪现晕，并没有晕到小马和悠悠。钩子再中，消耗一下小马血量，打得很激进啊！前面 SS1 其实一直在去找自己的进攻节奏。他们这个派克的勾，朗姆的举，然后加上炼金进场的强开，进攻手段非常多。是的。
就属于你前期只要把个人能力给发挥出来，这套阵容他们的上限是巨高无比的，主动性很高。但同样的也是这套阵容上限高的同时，它的下限会很低，对吧？就一旦有一个高手阵容嘛，就真的是高手阵容，你需要看选手个人的发挥。30秒的资源，对吧？虽然 SSY 一直在找这种各种小机会去骚扰一下，但你能看到 KBG 它的发育是不受影响的。前面 SS1 几波主动的发难都被规避掉了，还是看双资源刷新啊。都在往先锋靠，但石头人是没踢的，朗姆可以直接踢到正面啊！啊，石头人在赶了，先把先锋给打醒。再给一标，尝试让 SMY 出钩一下吧，能不能找到机会？想抽奖没抽到，大唐还在去抽到小马，但是晕并没有晕到。对面4个人也抱团抱起来了，不太好打，两边都不敢先动手啊，都有操作空间啊，我感觉先手都比较吃亏。有光姑姑如果撞上去的话，队友能不能跟上输出是个问题，因为并没有 AD 啊。小马的输出相对而言会来的比较慢一些，对，先抢占位置要去尝试开，优萨先背一下，先把对面的皇子背到胶水上面，一个人骚扰对面所有人。SMY 是被盯上了，但是派克很灵活，又能走，这一波拉扯反而是把 KBG 的血量打得很低。是，再勾一下，又撞起来了，撞到的是豹女，跟伤害，想要去硬秒，大招皇子天崩地裂，框到了豹女身上，把对面打野给处理掉了。但是玉瑞怎么办？没有人去管他，艾克夏暴雨先收一个炸弹人，场上唯一的射手，红色方3个全是残血，蒙奇想过来想收割，2技能 counter 一下皇子的控制，后续再勾一个大唐走不了了。哦，灵活的 SMY 还能够隐身再勾一个吗？要尝试稳一点，先把先锋控下来。这波团战能够看出来两边阵容的一个对比啊，就是 KBG 他们是撞一波，对，打大招的一波流，但是你把豹女处理掉之后，其实 SSY 后面的几个兄弟蒙奇和于瑞你很难管到了。蓝色方拿到先锋，直接撞中塔。那这样永弹有炸弹人的一方啊，也没有拿到一塔，并且是可能双资源全控啊，双资源，阿克斯的火龙也要直接拿下。你别说这高手阵容真让他们用起来了。主要石头人他其实找半天机会，但那个大撞的，就反正也奔着打野去嘛，就找到对方最核心的人。但是就这个打野的人头不是你石头人一个大招换来的，就是大唐也 all in 了所有的技能。对，你看大唐也是所有的技能打上去，后续也比较乏力了。你到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能去处理优瑞了。悠悠刚刚尝试想开一波的，但是大招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经济差也不大。那主要 SS1 拿到双资源，塔下举吗？不想让说来也做个位移。阿克特来了，这一标，胸针是没有办法走位，所以交闪要开大吗？过来之后有皇子驰援，一个大框到了蒙奇身上，配合炸弹人的一个 poke， 蒙奇血量比较残，再抬起来，伤害是够的，再给一个减速的夹板。那这样。一个来回之后，蒙奇倒了，而且上路塔也被推掉。后续还想留吗？血量不太好了 ，SMY 这 SMY 玩的有点太装了。他感觉后面直接隐身游到3个人中间去弄的。他打的像后面有5个人，但实际上后面就是个残血豹女。就 SMY 这把玩的确实有点，就你会发现他的派克他是直接走到人脸上去的，就我也不怕你控我。就这样的人才适合玩派克，把这个英雄精髓玩出来了。加上这把于瑞的卡莎发育很好，2-0，他是有能力去接管比赛的。羊刀也出了，主要还是前面双资源太扎实了。这个中塔推掉之后，炸弹人的发育会被限制。这把光姑的出装，他是选择护甲鞋加大反甲加去往冰心做嘛，但是对面
不管是豹女还是炼金，其实都是 AP 伤害啊。对啊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补一点 AP 装备的，因为你全护甲，后期炼金走进来烫你一下，你石头人血会掉得非常快。就只能说太团队了，但是全护甲还是有隐患的。就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你路人局去玩石头人嘛，你可能会补一件输出装，就比如说你补一个日炎，对吧？你保证你在粘住对面或者补冰拳，就这种，就一个大之后，你还会有后续输出，你还有一点后续的伤害。对。是吧 ？August 和优瑞的发育很肥啊 ！August 现在2件套，一背到胶水上面，胸针被针对的很惨。再跳，闪现咬，但2段回来了，就3个人在，打人对啊，这就是想提个款。嗯。哎，上路大唐是找到机会了。给对面抓了一波单，并且这是大龙刷新的时间点啊！大龙刷的时间点连掉2人，并且阿克斯特也掉了。右边少了个胸针，但还是有打野。想想算了。50秒钟小龙刷新啊 ！SS1 如果能把第2条龙拿到，他们后续的话，这个倚仗就更大了。因为场上只有优瑞一个射手啊，优瑞他去处理前排能力也是比较快的。不过不敢打的，因为这个时间点对面复活时间会有点快，再加上小马是个炸弹人，所以说这大龙想要去逼有点困难。优萨扛到最后一刻，蓝色方继续推进，水龙已经刷新了。直接打吗？哦，但是右下角上路是直接发难了，要放龙推上塔吗？还是说放龙逼大龙？看这个动向是要逼大龙啊！对，放龙要逼大龙，拖延一下大唐。优萨玩得很灵活，把大唐背走了。那这样子大唐一直在被冰杖减速，很难靠近龙坑。但是龙坑内，悠悠进场，蒙奇想去切小马，一个2技能加闪现拉开了。悠悠这边残血还是被对方收掉，后续卡莎进场啊，切割能力太强了，闪现过来想阻挡胸针的撤退路线，开了诸神黄昏还是要死。8-5啊，虽然说这条龙放掉了，但是打了对方4个人头，并且大龙也可以拿下。顺势转大龙，节奏完全连起来了。刚刚优萨一个人拖住了对面大唐。然后正面你靠悠悠一个人开是没有伤害去跟的，对，所以导致开进去之后放了阿克斯特一丝血没有死，然后炸弹人过来的也很急，他就是想大招去打伤害，但急也给到了蓝色方去追击炸弹人的身位啊，打的还是很清晰的。现在劣势有点大了，对于 KPG 而言。哦，这波决策真的做得很好，就感觉放了这个水龙龙魂我不要了，但他们正面的大龙坑赚了更多。对，你看这波进去之后，悠悠是一个人的，对，他身边没有任何队友，然后这是卡莎最好的非进场时机，交闪过来硬点，玩得非常自信，有 TP， 诸神黄昏开起来想1打2，规避了一下朗姆大招，后续能走吗？撞起来，被抬起来了，龙七有点走不了了，但是中路的卡莎是可以把2塔给顺利点掉，哇，尤瑞单独吃了一个塔的经济。这里不太能打了，得走。走不了，得走了。对，阿克斯特大招护一下，交闪现，跟闪2连再去追，就是要拿这个终结人头。卡莎过来，面对石头人，大招过来想去找一个切大唐的角度，没必要一起这样操作对，但这个位置其实给到奥拉夫机会了。SS1 这几兄弟，大龙没有选择去推塔，选择去硬打了一波，然后他是被拆分成了3波小团，人头被拉回来了，这不太对啊！这是真一个个在送啊！这一波团战，我感觉优瑞他可以不管下路队友，就直接去推呗，对吧？不用去的。其实中路刚才优瑞已经转的天转了。就他把中2一推，跟炼金去推上，对啊，或者去推中，把这个高地给拔了都可以。你为什么要来摊下路这趟浑水呢？有点难受，有点给机会，只能说有点给机会。本来会觉得 KPG 这波如果掉了2高地会比较难玩，但是这个大龙
对于他们而言，把高地给守住了，并且还赚了几个人头。我说白了，负收益，大龙负收益了，很难受。而且右边并不是完全没机会啊！你看，像奥拉夫他这种去切后排能力也是很快的，包括这把大唐的发育其实很好，他一直在捡到各种人头。对，他现在是一个输出装的皇子嘛，他是可以考虑去单切掉对面的阿克斯或者尤瑞的。他的2件是3项加焚天，伤害也很高啊！你看打一套2连 S8就半血了，悠悠进场开，卡莎又被秒了，卡莎被融化了，优萨只能在团战里面跑圈儿。 跑了2圈，没有人对他有食欲，一抬再抬起来一个，但正面 SMY 还是能抵抗一下的。这个冰杖能拉扯，这个冰杖一直在拖延对面。哎 ，August 进场了，先收一个残血，又是斩杀线 ，SMY 要斩起来了吗？后续再背一手，先把大藤给斩了，减速一下。August 拿到双杀，继续斩，跟上大招自我位移，勾到了小马，勾小马交闪之后可能也不太能走了，因为派克在身后。2技能还能跟，3技能再粘上。 August 进场了，先收一个。不过正面怎么兄弟们各打各的，又推到家了？蒙奇想直接终结比赛，下路兵线直接带到高地上面，2300血，不管正面的推进了，好像直接能一波带走比赛。400血，小兵推到100血。哇 ，SS8